天生带财、容易发达的到底要怎么看？鼻子长得好，医生已经有80%。鼻子周围棺材去看，额头往后面是来龙，面相是看坟地。先天的头型没有那么好，怎么办呢？那就命苦嘛，做风水去挑嘛，头很平的不可能命好，没有见到哪一个底平的发很大的财的。西元丰裕生，起盘的时候那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源观觉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源。道源老师，我记得我们早期有做过一个道源观象系列，其实当时我有看老师分享了很多全网首次的一些观点，所以这一期呢，我还是想继续深挖一下天生带财的那种容易发达的那一种，到底要怎么看？我们是面相是看坟地，对，对，以我们的鼻子作为一个棺材去看。是。那如果你要看有没有财的话，首先第一个就要看你的鼻子了。鼻子长得好，医生已经有80%，就是最重要就是看鼻子了。就像你去看坟地，那你看坟地，你首先是看什么？你是看这个以坟为核心呢，看这个穴位了，对不对？这个穴如果装得不好，你其他东西长得太别好也没有用。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就看起来他怎么样都是有钱人啊？是真的有这种有钱面相，特别是你在香港一些明星，是不是？对，他可以在拍电视剧的时候，别人很有钱，他可以演那种豪门，对，就是有那种豪门相，豪门的那个阔太，或者是豪门的客少，对吧？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很穷啊，他为什么那么穷啊？又长得帅，眉眼也很好，对吧？下巴也很好，对吧？轮廓也很好，可是就是穷，为什么？是啊，就是他们总有一点，他们的鼻子或多或少会有一点问题。其实我有听过一些鼻子的看法，就比如说那鼻孔要看不见鼻孔的为之最好的守财鼻子，道源老师有这种说法吗？这就像我还是用我们这一派的方式跟大家讲，对不对？是，就是鼻孔朝天，也就是说你的棺材如果露在外面行不行呢？不行，那肯定不行嘛，风吹日晒嘛。那你棺材要是埋在地底下，太深也不可以，对不对？太深的话，然后的话就是没办法天地交泰呀。也就是说，一个鼻子它也刚刚好嘛。对，还有我们讲三根，对不对？对，这个地方很多人都觉得鼻子要高点，鼻子高挺它代表事业嘛，高代表智慧嘛。可是你去看看马云的鼻子，没什么鼻梁。对，那你再看段永平的那个鼻子长得好不好？这个是个巨富了，对不对？据说他的隐性资产可能超过马云了。如果你按传统的面相来看，那个鼻子很一般。对。但是如果用道源的方式去看，他那个鼻子就长得很绝，很绝，很绝。就我们家传的这个，比如说风水一些战法，就是有的人他是不可以有土堆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山中站，它全是石头，山中找泥，你把那个棺材放进去以后，它就平了。还有包括地碑，有的地碑是往前面递的，有的地碑是往后面递的。比如说你平原地带，它就递后面，就平原地带嘛，大家看不到山，因为它把那个碑变成什么靠山，你有山的它就递前面，不递碑的也有。对，它主要是看搭配，长得漂亮的人他有一个漂亮的鼻子，长得丑的人一定要丑鼻子，就是一定要匹配上你的其他五官，那当然嘛，它要协调，当然嘛，这要平衡嘛。如果一个人丑，他哪都丑，反而是像就怪相。是。但你没有见过，就是说眼睛很小，然后嘴巴也难看，但是他的鼻子就特别好看，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就是穷人了。有的人眼睛长得很高，水灵灵的，最后这个人很贱，龙络青楼啊，是吧？古时候就龙络娼妓啊，是吧？你知道娼妓青楼里面的女孩子哪个不漂亮？都很漂亮。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对吧？从来都没有说，哎呀，这个鼻子长得好看的。那怎么样的鼻子才是有这个富贵相呢？首先鼻子要长得很好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坟呢，就这个棺材也长得很好，它首先它都也居正中啊。然后的话，从鼻子我们要看到额头的相，因为额相看后山，就看我们的来龙嘛，看我们有没有靠山啊。你的鼻子如果是你居于你中间，然后它配合到你的额头都很好的话，其实你就算站一个平的，没有那个土堆，它依然而然它很好。对，你看一个人，他的额头高耸，长得很有力量啊，后面那个头往上长，对，后面又很饱满，这样下来，你做这个人就还不错。只要是头很平的，或者是说头很塌的，这个人不可能命好啊。哪怕你长得很帅，哪怕你鼻子长得很好，因为没有靠山啊，没有靠山，对吧？所以我们这一派的人看命理，看我们的面相，我们还要看头的，头已经不是面相了，
它不在面相的范畴了，也在骨相里面呢。你要配合看相，如果你不看骨相，你是没有办法说把面相看好的。为什么很多市面上大多数看面相看不准确？他没看骨相，没看头，没看来龙和去脉。你去看坟的时候，定的相也定得很好啊，都是望山望向的。你旁边左青龙右白虎都很好，可是你看后面，你没有靠山，你是哪里好的？你好不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从风水里看没有来龙啊，我们的头啊从额头往后面走都是来龙，所以你没有发现，就是古人你看他要把前面这里什么剃掉什么，就是让后面的那个靠山露出来，所以这样个头它是有一定幅度的啊，贵人他都有一定的幅度。所以比如说我们谈到头先，我们谈到发型了，如果能一个人抵平头，这个人呢大概是穷哦。所以你没有见到哪一个抵平头发财很大的财的人，所以大家就是什么，要把头抵到有点幅度，往后面倒，让自己的来龙露出来。那我明白了。那道元老师，其实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小时候睡那种平头啊，那平头是在后面了。对啊，那有些时候先天的头型没有那么好，那怎么办呢？那就命苦嘛，还怎么办呢？那就是后天做风水去调嘛，总不能说把头重新给它弄好嘛，是不是？就是只能通过后期用风水啊，或者说就是通过算命去把它调整好。对，所以你看，就是原来的袁天罡和李淳风不是跟那个武则天看风水吗？武则天一爆出来就说这个未不可言嘛，对不对？如果是为女人将来要当皇帝了，对吧？那看什么？那就是看她的头长得很好啊。所以如果你现在生孩子，八字都不用看，如果你看他的头很漂亮，头又大又圆，那么对吧？这个孩子就有福报。明白了，今天又学到了一些道元老师的独门绝技。那当然，我其实对于我的面相学还是有所保留的，就是我觉得放在我的频道上面讲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讲完以后，它就是没什么秘密了，所以我愿意把它放在我的私域里面。所以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这个频道，然后我们到我们的私域里面，然后我给大家去讲这些秘而不宣的东西。是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然后去进入到我们这个群聊里面去了解一些道元老师的独门绝学，然后也可以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一些知识点。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老师继续讲面相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说说你感兴趣的面相内容，到时候看看道元老师有没有一些能够在我们公众平台也能为大家指点一二的一些方面。深入的话，还是要进到我们的 WhatsApp 学习群。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记住持续关注我们的 channel 哦，拜拜。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